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的视频是关于兰花病毒的测试。新冠病毒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检测。兰花的病毒检测就跟我们做新冠病毒检测差不多。这一包呢，是我刚刚收到的兰花病毒测试的产品。里面有什么呢？这一个呢是测试纸。还有这个小瓶子，里面有一些液体。我们把要测试的兰花剪一些叶子放进里面，还有这一条棒子，用来捣碎放进去的叶子，然后再用这里面的试纸看一下它的结果。如果试纸上只有一条红线的，就是阴性；超过一条红线，2条也好，3条也好，就是阳性。接下来的是我的操作分享。先说一下为什么我要测试这一颗蝴蝶兰。这颗花是团购的，当时收到的时候只有3片叶子，最底下的这片叶子呢，好像有2只眼睛，怪怪的。当时最上面的那片叶子就是这一片。看它叶柄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呢有一些卷起，怪怪的，而且这片叶子一直都没长大。最怪的是它的根，翠绿的根尖长一小节就变黑。它原来不是水培的，是植料养的。为了观察它的根，我把它转成水培，看。这翠绿的根尖最前端已经开始变黑，它也长了很多的花剑，但是我从未看过花，因为这么小的花苞它就会变黄。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花苞这么大，我想终于可以看花了吧。结果花苞那么大了，还是黄掉了，一直搞不清是什么原因。我怀疑它是有病毒，要不解释不了为什么所有的根长一点点就变黑，就算是用纯水培，一点肥不给它也会变黑。要做这个测试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蓝色里的兰花太多了，如果有病毒的话，要赶快把它处理掉，否则所有的兰花都有危机。好，不多说了，正式开始。先把这个瓶盖拧开，剪刀一定要消毒，我是用火烤过的。然后把叶子剪下来一点点，然后再把它剪碎一点。剪碎只是方便等一下捣碎，叶不需要太多，这么一点点就够了。把它放到这个瓶子里面，再用白色的这条棒把里面的叶子捣碎，一直捣到看到这个液体变成这样绿色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试纸包打开，里面呢有一条试纸，试纸上有箭头所示的方向，按这个方向把它插进瓶子里面，然后把它放在一边，等15分钟再来看结果。15分钟过去了，结果出来了，看到的是一条红线，也就是说是阴性，没有病毒。这花一直都养得提心吊胆的，这回就放心了。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它这样。第二颗要测试的是这一颗迷你香水文心兰，之前是用全水苔养的，后来它长出来的叶子带很多的褐色的斑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觉得可能是水苔不透气，就把它转成全素蕨来养殖。结果它还是这样子，我用了杀菌剂也没有用。冬天的时候这么冷的天气，它也长斑，新长的苗也长斑，无论怎么养它都是这么难看。看这些新苗还有点好像要腐的样子，
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一直也是在怀疑它会不会是有病毒呢？看这一颗，这颗是新苗，长成就是病殃殃的样子，整一盆都好恐怖。我也是一直怀疑它是不是有病毒，也是为了蓝色的安全，今天呢也来给它做一个测试。测试的程序也是一样的，先把瓶子拿出来，拧开盖子，再用消毒过的剪刀剪一小段叶子下来，再把它剪碎一点，然后把它放进瓶子里面，再用棍子把它捣碎，让汁液变成绿色，再把试纸插进瓶子里。15分钟过后，答案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只有一条红线，是阴性。植料是换过新的，杀菌药也用过了，一点效都没有。看这叶子，总觉得它是有病毒。答案证明我的怀疑是错的，它也是被冤枉的。接下来的这一颗卡特兰，我也是高度怀疑它是有病毒的。植料也是新的，长了2颗新苗，新苗都长有花俏了。上个月看见有一颗新苗，它的叶尖发黑，我就把黑尖剪掉，结果很快它又黑了。上一次的剪口我是让它自然风干，这次我就用多菌灵抹在伤口上，结果很快它又黑了。我又剪了几次，尝试用不同的杀菌剂来涂抹伤口，但是照样黑。这几天第2颗新芽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，水分肯定是不缺的，所以这种情形底下，我又怀疑它是病毒。可能你会问，为什么我不怀疑它是黑腐呢？原因是这样子的，黑腐呢是细菌性的，会发展很快。如果真的是黑腐的话，这颗兰花早就死掉了。好，让我来重操旧业。首先取样本，把叶子这样子剪下一段。卡特兰的叶子很厚，很多的枝叶，所以呢，这里我就不另外把它剪碎了，直接把它放进瓶子里，然后用棍子捣碎，把枝叶变成绿色就可以了，放进试纸，等15分钟。结果令我非常惊讶，这个结果是没有答案的，既不是一条红线，也不是2条，也不是3条，是一片红色。是怎么回事呢？我马上咨询了卖家，卖家说他也从未见过，他怀疑是我放的叶子太多了，所以我打算重新再做一遍。好奇怪，刚想再取样本，发现刚刚的剪口才20分钟左右，已经变色了，这样我更不放心了，我决定再做一次。卖家说5毫米乘5毫米，这个分量就够了，所以呢，这一次我就剪一点点就好了，就这么多，把它放进瓶子里面，然后把它捣碎。很奇怪，这一次呢，枝叶不是绿色了，刚刚还有一点点的绿色，慢慢的是棕褐色了。卖家说这颜色应该跟有没有病毒没有关系。我是学工科的，还是让数据来说话吧。我把试纸放进去，等15分钟。15分钟过去了，答案出来了，是阴性，只有一条红线。今天艾比的蓝色变成了化验所了。今天的测试得出一个结论，不能光凭外表来判断兰花是不是带有病毒。
虽然已经用过了杀菌防菌的防治措施，还未解决问题的，也不一定是病毒。今天虽然花了一点钱，但是就买了个安心。另外呢，提醒我，除了这方面，还应该从另外一个方向去考虑，就是营养是否缺失或者是失衡。我会收集资料，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。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，我会继续的跟大家跟进分享。谢谢收看。